他好奇已久，总算是问出来了。顾老六把玉佩给长安，你收起来，这块玉佩有用的很。你爷爷他可了不得啊，可惜是个倒霉蛋。他原名叫姬萧生，姬是国姓，他是当今的圣上同母胞弟，因为太过优秀，被身为天子的兄长忌惮。具体为何会流落青房村成为猎户，你爷爷没详细说，他只说是金蝉脱壳。至于隐姓埋名，大抵是为了活命吧。长安想过很多种可能，唯独没想过他会是皇家人。父女俩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，日升月落，又是新的一天。他们选择了另一条路，能走到哪里去全凭运气。不过运气好像不咋地，他们与土匪特别有缘，这次遇到的那就真的是无恶不作的土匪了。他们的骡车被一群血腥味极重的壮汉团团围住，土匪头子没有废话，上来就是一句给银子。顾老六会给吗？当然是不会了，那就只有打了。长安看这架势，就他这三脚猫的功夫是参与不了，那么他的雷异能就有了用武之地了。双方一开打，长安就动用了异能。等顾老六砍了他们的大当家和二当家，其他人都被长安用雷劈倒了。天空雷声阵阵，晴天霹雳，响了足足有小半刻钟，直接把长安的异能耗尽了。人数太多，顾老六只把两位当家身上的银钱都摸走，其他小喽啰没管。父女俩赶着骡车撒丫子狂奔离开事发地。等附近的土匪都下山时，看到的就一群躺在地上被雷劈的不知死活的人。两位当家已经身首异处，然后三当家在悲痛中继任了山寨大当家的位置。顾老六带着长安连赶了2天路，才慢慢缓下来。这一次他们不再走城镇，走的都是山路。骡车不好走的地方，长安就把车厢收进空间，等到好走的时候就把车厢放出来，一路走走停停，也不知道到了哪里。能确定的是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。他们路过一处小村庄时，好像听到有人在喊他们。顾！来人拦在骡车前，爷俩两脸蒙圈。长安是真不认识面前这人呐，顾老六是觉得眼熟，但他不确定是不是他认识的那个人。那人看到顾老六很开心，这一开心就更是结巴。老六，我是我啊！哦，你是阿庆啊？你干嘛要学别人说话？这样显得亲切喽。长安表示怀疑，他这样难道不是容易挨打吗？阿庆见顾老六认出他来，明亮的双眸又亮了几分。是阿庆。顾老六锐利的双眸也瞬间明亮起来，开心的笑眯了眼。阿庆是青房村隔壁柳家村人，他是个孤儿，村里人嫌弃他说话结巴，经常有人欺负他。他比顾老六大2岁，出去乞讨的时候，阿庆都会护着他。有时顾老六没有乞讨到食物，阿庆还会把他的食物给顾老六。后来顾老六被老猎户收养，就再也没有出来乞讨了。他会悄悄省下自己的口粮给阿庆送去，可是阿庆从来都不收，他怕顾老六这样做会被收养他的人赶出来。这样的话，顾老六又得出来乞讨。老猎户一直知道顾老六藏口粮，他没有揭穿他，只是每次都会悄悄地多准备些，这样顾老六可以在不用自己饿着的情况下去接济阿庆。顾老六威胁阿庆，若他不收下口粮，他以后都不要理他了。就这样，顾老六在老猎户的帮助下接济了阿庆5年。后来阿庆离开了柳家村，听他们村里的人说，阿庆是被他姑姑接走的。没想到17、18年过去了，阿庆竟然一眼就认出了他。你小时候这
长得好看，不过是越长大越好看，五官只是长开了，没有变得面目全非。你现在过得好吗？顾老六跳下骡车，上前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。好，娘带我极好。从他跟姑姑回来的那天开始，他就改口叫了他娘。阿庆看向跟在顾老六身旁的长安，他有瞬间疑惑，而后又想到什么似的。这是你女儿？是的，我闺女长安。闺女，这是爹的恩人，快叫阿庆伯伯。顾老六抚摸了一下长安的脑袋瓜子，说道。长安上前2步，向阿庆行了个小背礼。长安拜见阿庆伯伯。好。阿庆扶起长安，走，去家里坐坐。顾老六点点头。好。阿庆的家在村尾，他家人口简单，就一个老娘以及妻子和1儿1女。阿庆娘出去串门了，阿庆媳妇儿在家里忙家务事。他看到家里有客人来，连忙放下手中的活儿迎了上来。娘子，这是我发小顾老六和他闺女。公子姑娘好，请进屋里坐。嫂子叫我老六就成，这是我闺女长安。阿庆伯娘好。长安同样上前行了个小背礼。好。阿庆媳妇儿急忙上前扶起长安，心里想着这小姑娘长得可真好看，软软糯糯的，又有礼貌。娘，你看我和哥哥捡到啥了？哥，咱家来客人了。应该是。他们进来的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长安和顾老六，两人对视一眼，都在对方眼里看到了咱家啥时候有长得这么好看的客了。这是顾叔叔和长安。这是我儿子和闺女。阿庆的儿子见他爹介绍了半天，还在大，他自己接过话说道：顾叔叔，我叫大柱，我妹妹叫青青。你们好。顾老六笑眯眯地向他们问好。青青一直都躲在哥哥身后，他总偷瞄长安。这个妹妹白白净净的，长得很好看，衣裙也很漂亮，绣鞋上的图案他只在城里的鞋铺见过。他看了眼自己枯瘦粗糙的手，低头看了眼自己露出脚趾头的布鞋，大拇指不自在地动了动，然后努力缩回鞋里，又扯了一下自己打了好几个补丁的粗布衣裳。所有人都没有发现青青的沉默。阿庆媳妇儿叫孩子们去跟奶奶说一声，家里来客人了。兄妹俩放下手里的东西，又一起出了门。路上，大柱发现了妹妹的不对劲。妹妹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儿，哥。你说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呢？是不是每个人都像那个妹妹一样好看？少年很聪明，一下就知道了妹妹为何情绪低落。妹妹，以后哥哥会赚好多银钱，让你住最漂亮的房子，穿最漂亮的衣裳，吃最美味的食物。兄妹俩眼里全是对未来的憧憬。青青也被哥哥哄好了，又变回了大大咧咧的样子。少年的话不是敷衍，而是承诺，在不久的将来，他终会富甲一方。当然这都是后话，现在他们还是逃不出父母手掌心的熊孩子。奶，家里来客人了。祖孙3人回到家，阿庆媳妇儿正在收拾野鸡，他抬头看了眼。娘回来了，阿庆哥的发小来家里做客了。陈老太太愣了一下，阿庆的发小，那不应该在宜州县吗？屋里，顾老六和长安见一位老人进来，
他们连忙起身问好。老太太好，我是阿庆的朋友顾老六，今天贸然前来多有叨扰，请见谅。奶奶好。长安也向他见了礼。不打扰不打扰，你们有幸了，从那么大老远的地方来看阿庆，让阿庆陪你们坐会儿，我去做饭。他离开后，长安随后也走了出来，不能空手上门白吃人家一顿饭不是？然后出了院子，爬进车厢里，从空间里挑了些合适送礼物的东西，一匹粗布，一匹棉布，是刚开始逃荒时在那个被灾民占领了的城里林园购的，2包自己做的绿豆糕。阿庆是老六爹的恩人，那还可以再送重一点的礼，直接送银子不合适，可以送首饰，3对银手镯是送给女眷的。阿庆和大柱给他们一人选了一块，成色品相都是上好的玉佩。长安先抱着布和糕点回屋里。阿庆伯伯，小小心意不成敬意，谢谢你以前对我爹的照顾。阿庆见状，急得他直挠头。不用的。顾老六拉住他。哎，这些东西都不值钱，你放心收着便是。长安又回了一趟外面，把手镯和玉佩拿进来，每对手镯都有一个盒子装着，玉佩也是一块一个盒子。他把5个盒子放在炕上，推到阿庆身边。就在阿庆要打开看时，外面传来了喊吃饭的声音。阿庆，大客人出来吃饭了。院子里摆了一张八仙桌，4条长板凳，桌子上摆了一盆蘑菇炖鸡，2碗炒青菜，1碗炒鸡蛋，主食是杂面饼子，是黑面和白面合一起做的，另外还有一盆大米粥。孩子快来，奶奶给你留了大鸡腿。他让长安坐在碗里放着2个鸡腿的位置上，长安梨涡浅笑。谢谢奶奶。不谢不谢，快吃。等所有人都坐下，长安把1个鸡腿夹给了旁边的青青。你也吃。我不吃，你吃吧。他要夹回长安碗里，不过被长安按住了。我有，我只吃得完1个，2个我吃不完要浪费的。青青害羞地看了眼长安，也没有再推让，说了声谢谢。长安龇牙回以一笑，他又从自己碗里的鸡腿上撕下来1块肉，夹给老太太。奶奶，我们一起吃。陈老太太愣了一下，而后笑得皱纹都深了几分。好，咱一块儿吃。这孩子可真是可心呐，像他爹一样是个善良的孩子。阿庆若不是有顾老六照顾着，当初也活不到等他去接。一家人正和乐融融地吃饭，院门口突然传来一道刻薄的声音：哟，二嫂，家里来客了。老太太懒懒地掀了下眼皮，不咸不淡地说了句：是我家阿庆的朋友。呀，阿庆还认识有钱人家的公子呀。怀疑的语气，眼里的嘲讽再明显不过了。没有人搭理他，他又走近了些，看到饭桌上的菜色，一屁股坐到了老太太身边。阿庆媳妇，去给我拿双碗筷来，刚好我也还没吃呢。理所当然的像是在自己家一样，手里也没闲着，拿了块饼子就开始吃。他看到盆里的蘑菇炖鸡，他把手里吃过1口的饼子放进盆里蘸汤吃。阿庆再怎么眼疾手快也没能拦住，他气得不行。三婶，你怎么能这样？死结巴，别说话，听着费劲呢。我是你三婶，吃你一个饼子怎么啦？他翻了个白眼，脸上满是不耐，说完还伸手去盆里抓了块鸡肉吃。顾老六和长安同时放下碗筷，虽然他们还没吃饱，但现在也没食欲了。老太太气得呼吸都重了几分，她站起身，一个大逼斗就甩了过去。别看老太太年纪大，她力气可不小。阿庆的三婶直接被她扇跌坐在地上发懵。
以往无论他再怎么气老太太，他们都是忍气吞声的，今儿倒是爆发了，这还得了？反应过来，连忙从地上爬起来，就要跟老太太干架。老太太今儿就硬气一回，拿起扫把就往陈三婶身上招呼，只打得她嗷嗷叫着跑出门，把陈三婶赶走。老太太进来，不好意思地跟顾老六说道：她是阿庆的三婶儿，是个混不吝，实在是对不住，我再另外给你们煮碗面吃。她轻声叹息，也不知道家里的白面还够不够做2碗面。不用了，奶奶，我们吃饱啦，甭去忙活。阿庆在一旁低着头，觉得很对不起顾老六。他第一次上门做客就遇到这样的事儿。顾老六拍拍他的肩膀，宽慰他：不碍事，阿庆哥。这一闹，大家都没再吃，兄妹俩帮忙收拾碗筷和饭桌，他们就坐在院子里聊天。父女俩婉拒了他们的留宿，起身辞别。走之前，顾老六让长安给他拿了袋他们自己买的面粉出来，留下面粉，父女俩就急急地离开了。阿庆在后面追了好长一段路。世道已乱，此次一别，恐再无相见之日。阿庆目送着骡车走远，直到看不见，他才红着眼眶回家。路上碰见了村民，他们好奇地问他：阿庆，听说你家来了个有钱人家的公子啊？是啊，听说是城里来的。阿庆，你什么时候交上这样的朋友啊？阿庆，有好事可别忘了我们啊。阿庆礼貌笑笑，没有回应他们，低垂着头匆匆回去。村民们也不介意，都善意的笑笑，各自忙活去了。阿庆回到家就被儿子拉进屋里，炕上整整齐齐地摆放着5个打开的盒子，里面放着的东西一目了然。全家人都看向他，问他怎么办。那袋面粉已经很贵重了，这玉佩一看就老值钱了。最后还是陈老太太拍板决定：小姑现在居无定所，我们就是想还也没地方去，就先保存着吧，等以后再见时就还给人家。3对银镯子和2块玉佩给阿庆自己收起来，2包绿豆糕给了兄妹俩吃，布给了阿庆媳妇儿收着。阿庆又把银镯子给了老太太。娘，你收起来，以后我来还。他了解老六，这些东西给了他们家就是给他们用的，就算能找到人还回去，他也不会要。以后他努力点，多攒点家底，给老六多多的还回去。不许跟别人说你姑叔送了贵重礼物给我们，管好你们的小嘴巴。知道了，奶。老六和长安从阿庆家里离开后，又从大路拐上了小路。山路弯弯扭扭，不过骡车还好能通过。爹，你可长点心吧，不要再走错路了，你也不想一直在路上吧？顾老六憨笑不说话。怎么能说是爹带错路呢？明明是骡子先动的脚，好吧？不过这次走错倒是挺好的，让他幸运地遇见了阿庆，知道他生活的安稳幸福就好。前面一段路还好走些，后面这山路是越走越窄，又只能把车厢收起来。长安骑骡子，老六爹牵着骡子走在前面。走山路还是有好处的，野鸡野兔都能吃新鲜的，偶尔还能采到蘑菇，还能时不时的做个凉拌野菜，就是没有男女主逆天的运气。他们在山里啥吃的都能找着，就是没挖过人参，没采过灵芝。还有一点不太好的就是这方向不太好把握，经常容易走着走着就把路走没了。就像现在2人一骡子，3脸蒙圈。他们那么大一条路呢，去哪儿了？闺女儿，路本来就是人走出来的，说不定前辈们就只走出那么点路，剩下的要我们自己走。顾老六重重的点点头，觉得非常有道理。他把自己说服了。你开心就好。长安爬下骡子，不用问，肯定又是要爬山了。他都已经习惯了，
就当是在找地盘吧。父女俩熟练地绑好袖口和裤脚，义无反顾地一头扎进山里，就没一个想回头走一段路的，那说不定就有路可走了。而另外一边蜿蜒而下的小路想说，真是服了他们父女俩了，但凡他们往右看一眼，都不至于无路可走呀。长安的内力已经修炼到能够运用自如，体质也提升了一大截，现在爬山不会再像一开始那样像只脱水的鱼了。爹，你看前面那条是不是石啊？如果你不是眼花的话，确实是呢。顾老六一把拎起长安放到后面，这是一条白条锦蛇，是条无毒蛇。只见他竖起半个身子，向顾老六龇牙吐信子，威胁他们不许靠近。白条锦蛇想说不许过来，不然咬死你。顾老六凤眼一横，啧了声，抽出软剑往旁边一挥，一棵小树倒地。打扰了，告辞。白条锦蛇怕了，他闭嘴，慢腾腾地游进灌木丛，悉悉嗦嗦了许久，那边才没了响动。怕再次遇到蛇或者是有毒虫，顾老六干脆拎起长安往背上一甩，背着走。爹，其实也不必如此，蛇我还是能够打得过的。这他该如何接下去说呢？倒也不必说什么。顾老六背着长安，长安手里牵着骡子，走上了他们自以为正确的方向。他们只是刚开始遇到了那个眼里透露着清澈的愚蠢的蛇，后面的路都走得很顺畅。走过茂密的树林，他们来到一处山谷，山谷被一条小溪流一分为二，对岸是树林。闺女儿，天色晚了，我们就在这里休息一晚吧。可以的。长安把骡子放在一边，让它自由活动，他则是从空间里掏出锅碗瓢盆，准备做晚饭。看到顾老六又想出去打猎，他连忙拦住他。爹，别去，这空间里还有好多呢。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他这老六爹特别喜欢囤食物，没打到猎的时候，野菜他都要薅几把存起来。空间里的大白菜和西兰花都可以吃了。长安摘了一朵西兰花炒腊肉，凉拌了一盘黄瓜。大白菜他没摘来吃，准备用来做泡菜的。吃完晚饭，天已经完全黑下来，他们依旧点了2个火堆，其中一个火堆上架着小铁锅在烧开水。看着咕噜冒泡的开水，长安突然想，要不晚上吃顿宵夜，就吃烧烤。爹，吃烧烤不啊？吃。好久没吃了，刚好解馋。我还要上次喝过的那种会冒泡的甜水。那叫可乐。长安拿出烧烤架，准备好各种食物和烧烤料。等晚点再烤，这才刚吃完晚饭。顾老六摸摸肚子，其实现在烤我也能吃得下去。那你自己烤去吧。顾老六开开心心的开工，老六烧烤工已上线。他先给长安烤了个玉米，然后才烤各种肉类。就在长安拿着玉米在想他是现在吃还是等会儿再吃的时候，他听到了林子里传来一声：林哥哥，你快走，别管我。那声音夹的跟嗓子里卡了拖鞋似的。然后长安又听到一声：不，星儿，我不能丢下你，要走一起走。这俩谁啊，跑这深山里来上演苦情戏？女人感动的嘤嘤哭泣。好，一起走，就算是死，我们要死在一起。没一会儿，长安就看到一男一女衣服松散，头发凌乱，狼狈的互相搀扶着蹒跚从旁边的林子里走出来。男人看到小溪边有人，立即把女人护在身后，警惕地看向长安和顾老六。这乌漆麻黑的，只能借着微弱的火光看个大概。男人看上去有些眼熟，但是没想起来在哪里见过。父女俩只是淡淡的瞥了眼，就没搭理他们。
烧烤的香味飘散在空中，两个总在被追杀中的人都不知道多久没有好好吃过饭了。此时肚子适时的咕噜咕噜发出抗议声。男人心疼女人，他往顾老六这边走来，想买点烤肉给女人吃。这位侠士，可否卖些烤肉给在下？你打算出多少银钱买？男人掏了下自己的袖袋，发现就只有2两碎银了，身上本来就没带多少银钱。我这里只有2两银子，你看可以买多少？2两银子其实不少，他们俩吃饱是没问题的。但顾老六不是个正常人呢，他不屑地撇撇嘴。就这点银子，不卖了，你们自己去找吃的吧。他的烤肉这么好吃，没5两银子不卖。这俩大麻烦最好是尽快离开他们的范围内。据他不成熟的预感，这俩再不走，可能要倒大霉了。你们离我们远一点，最好是去对岸。女人小脾气上来了，立即冲上前。你什么意思啊？这又不是你一个人呢，我们想在哪里就在哪里。顾老六可不管她是不是女人，她冲过来时，他就抓起旁边放着的干柴，一棍子打过去，直接把女人打飞好几米远。星儿！男人手忙脚乱地去接住女人，见自己女人被打，男人气愤质问：你还是不是男人？连女人都打？我是不是男人关你什么事？我娘子知道就行。你们再不滚远点儿，就不是打你们那么简单了。顾老六拔起地上的长剑，剑尖直指2人。男人气得要死，可是他又没办法。他受的内伤还没好，一路被追杀，因强行用功，更是伤上加伤。现在就算是个只有3脚猫功夫的正常人，他打起来都要费点力。更何况那个男人一看就不是个简单的，他还是别找死了。憋屈地扶着女人走远，听话地去了小溪对岸。他这不是怂，是不想跟那人一般见识。长安一直埋头啃玉米，知道老六爹能处理好，他就懒得管了。这玉米啃起来有点费劲，吃了一半就不太想吃了。动手串了2串西兰花给老六爹烤，然后又串了2串香菜。大晚上的吃点青菜就好了。不过那俩鸡腿看上去很好吃的样子，要不尝尝？顾老六啃着闺女没啃完的玉米，然后就看到要吃蔬菜的闺女伸手拿了个鸡腿啃。对岸的人实在是被这香味馋得不行，鸡肠辘辘的，本来还能扛住，现在是一会儿都扛不住了。男人烧起火堆安顿好女人，就进山里碰运气去了。顾老六想着今晚可能会不太平，这顿烧烤没有吃多久，把手上烤好的吃完就收了摊。他们收好没多久，就如顾老六想的那样，一群乌漆麻黑的黑衣人杀气凛然地冒了出来。他们走近看了眼顾老六和长安，确认过眼神，不是他们要找的人。这人的杀气比他们专业的还要凌厉，简直惹不起。退！雇主只出了低等杀手的银子，他们没有必要去做高等杀手的事儿。对面还有个火堆，也去看看吧。男人出去打猎还没有回来，女人吓得往林子深处跑。就他这反应，一看就有问题。一群人呼啦啦的往对面追，不到小半刻钟就抓住了女人。她哇哇大哭，告诉他们抓错人了。你们要找的人出去打猎了，你们去山里找他们，求你们放了我，我就只是个采药女。杀手们只是没有顶尖杀手实力高，他们并不是蠢。长安差点被女人的骚操作闪了腰，说好的你爱我，我爱你，咱们生死不分离呢？这才过了多久，就想着大难临头各自飞了？呸！爱情这玩意儿果然靠不住。女人的哭喊声消失在树林里，可能是被带着去山里找那个男人了。长安和顾老六安安稳稳的在山谷里过了一夜，第二天早早的就起来赶路。他们顺着山谷往外走，这条山谷是真长，走了1上午都没有走出去。这条山谷比我命还长。顾老六一掌拍在长安后脑，
呸！童言无忌。越往外走，小溪越宽。走出山谷后是一条大河，他们被大河拦住了去路，对岸也没看到人烟，想过去就得自己做木筏。这项工作就只能交给识相全能的老六爹了。父女俩认命的去砍树，这又耽搁了1天时间。骡子站上木筏时，他腿抖得厉害，只好趴在木筏上。他们没有划过木筏，掌握不好方向，一直划得转圈圈。闺女，要不我第一个划，你坐着就好。长安想也可以，顾老六试了一下，他一个人划果然不会再转圈圈。然而他们划到河中间时，上游悠悠飘下来一条渡船。所以他们其实可以不必累死累活的去做木筏，只要再等等就可以了。你们这是从何而来？从对面山上下来的。山里还有人住？没有，我们是路过此处。这样啊，那你们不能往对岸走，你们过对岸去也还是山，不知道你们是要去哪儿啊？离海最近的地方。那你们跟着老朽顺流而下，下游有个小镇，从小镇离开，再走1个月，差不多就到了你们想去的地方了。多谢老翁。顺流而下，1个时辰就到了老人说的小镇。小镇不小，热闹非凡，码头上人来人往，还有货船在卸货装货。老人招呼着父女俩上岸。天色已晚，你们就在镇上留宿一宿，明天再离开吧。顾老六没有拒绝，带着长安随老人一起离开。李伯，这2个你又是从哪里捡到的？什么捡不捡，人家只是路过咱们镇。他带着父女俩去了一间看上去还不错的客栈。你们爷俩就住在这儿吧，客栈是我侄子开的，放心住，安全着嘞。谢谢老翁。你听说了吗？听说什么？你怎么没听说？哎呀，你倒是说我该听说什么呀？岭南的陈家军与南方的荣王军打起来了。都在南方，打起来也波及不到我们，这有功夫操这闲心，你还是去码头多扛几个大包，多赚几文钱吧。你这人怎么这么说呢？南方打起来了，我们北地打起来不是迟早的事儿。那就更应该多赚些银钱，多囤点粮食，以免到时候打仗咱们连饭都吃不上。这慌着头发没完了。他们没有在这个县城多做停留，既然南方开打了，北地离开打也不远，他们必须得抓紧时间赶路。在城里补给了些生活用品，他们还买了些粮种和蔬菜种子，就马不停蹄地出城。路上他们发现有许多百姓拖家带口出城，带着家当往山里走。长安想，他们这是提前避险。父女俩一路朝着他们的目的地走，不过很不幸的是，半路上这战火就在北地蔓延开来了，哀鸿遍野，民不聊生。走大路是行不通了，没办法，只能再次换成山路。这次顾老六没有盲目的走，而是先安顿好长安，他独自前去探路。他这一走就是4、5天，长安在山洞里等着，不过在顾老六离开后，他就进了空间。等他回来时，10天已经过去。具体前面是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，不过很肯定是走出这连绵的山脉，我们还没到海边。没关系，先走出山脉再说。他们爬山涉水，又是杀狼赶老虎的，日子过得不要太精彩。等他们走出去，已经是1个月后的事儿了。前面一望无际的旷野，他们莫名的来到一个平原地区。长安也不知道这里是哪里，都不重要，只要路好走就行。然后他们走过旷野，这路就越走越熟悉。父女俩对视一眼，这不就是他们偷过的郡守府吗？他们绕过此处，继续往前走。路上都是流离失所的百姓。这位公子，请问你是从凌云城出来的吗？不是，我们只是路过此地。公子不必再往前走了，
前方已经被燕国的人占领了，我们也是好不容易逃出来的。多谢老翁，我们不入城池。骡车不紧不慢地往前走，然后拐上了岔路。他们决定干脆一直走山里，就不信多翻几座山，他们到不了要去的地方。父女俩毫不犹豫地往山多的地方走。天气好的时候还好，像是下雨天就只能先找出地方避雨，要等雨停了才能赶路。要不是有空间，他们可能生活的连野人都不如。骡子跟他们都老受罪了。期间顾老六驯服了一匹银狼，他就成了长安的坐骑，带着他穿梭山林间。走出悬崖，看到外面的景象，长安想起了一首歌的歌词，用来形容这里非常贴切。山外还有山比山高，半山腰一声惊雷摇晃树梢。我勒个去，我们都在山里走2个月了，还在山里呢。闺女儿，我们要有信心，翻过前面这座山一定能到。我也这么觉得。长安拍了拍银狼，你带我们找到大海，我就放你回到山林。银狼嚎叫了一声，像是听懂了长安的话。他背着长安往左走。顾老六懒懒挑眉，早说你认识路啊，也不用跟着他们东奔西跑是不？左边的山脉没有前面那座高，不过却是连绵不断的。他们没有一直沿着山脉走，而是在翻过2座山后，银狼带着他们下山了。山下是一处小山谷，还有个小瀑布，小山谷的水顺着山沟往低处流淌。银狼没有停下来，带着他们出谷。还没走出去，长安就听到了浪潮击石的声音，空气中都带着一股咸咸的气息。果然走出山谷，前面就是一望无际的大海，前方是一处沙滩，岩石矗立在岸边，任它惊涛骇浪，它岿然不动。长安从银狼背上跳下来，他拍拍银狼的头，谢谢你啊，你可以回去啦。他从空间里拿出2只野兔给他，然后就让他离开。银狼仰头嚎叫了2声，只摇起一只兔子，纵身一跃，从旁边的峭壁上了山，只眨眼的功夫就不见了他的身影。爹，我们要着手安家了。就去山谷里吧，离海边也不远，还有淡水。他们返回小山谷，仔细观察了一下这个地方，可以开垦出来1亩田和3分菜。房子没规划在山谷下面，往山坡上走了点。房子没盖好前要先筑帐篷。父女俩先把帐篷搭建好，然后又去海边用空间运了些石头回来。帐篷旁边搭起一个草木棚子，是用来做灶房的。用黄泥和石头垒了个灶台，简易的家就完成了。第2天，他开始整理地基。爹，房子不建连排的吧？中间堂屋，左右2边是房间，房子门是在堂屋的里面，灶房间在外面。可惜他们不会盘炕，不然可以不用另建灶房。顾老六没啥意见，闺女喜欢什么样的，他就建什么样的。可以。长安是个农活废，大部分工作都是老六爹干的。挖出平地，又开始挖地基，向下深挖1米。长安深叹一口气，别人穿越啥都会，什么水泥、烧砖、做香皂，就没有穿越女做不成的事儿。反正他是不会，还是做个泥砖房子吧，冬暖夏凉，他也只能这么安慰自己了。没有稻草，就割了些干草回来，剁碎和到黄泥里，然后用木质的模具做成一块块土砖。土砖做好不能马上用，还得晾晒。做好土砖又夯实地基，然后去砍做房梁和门窗的木材。父女俩累了个半死。2个月后，终于把房子盖好。这一安家下来，他们发现还缺少不少东西。房间用的烤火炉子就没有，炭也没有。闺女儿，你好好在家待着，爹出去看看能不能找个小镇子，把需要的东西都买回来。要不你把骡子也带上？感觉带上骡子会靠谱点。不用，带上它不方便。长安给了他2锭银子，他便把银锭子敲成了碎银带上。
这会儿顾老六聪明了，他不走山上，沿着海岸线走，就这一条路，他还能走出海里去不成？长安在家里也没闲着，继续开垦农田，2辈子第一次开荒挖地，真是要了他老命了。突然想到，不是有个骡子吗？做个屈原犁给骡子套上，别说1亩地了，10亩地他也能耕完呢。长安扛着锄头就回家去，敲敲打打2、3天，做出个4不像。他不会打铁，犁头就用木头做的，削得贼尖。扛着丑出天际的犁，牵上骡子，去地里实验自己的劳动成果。还真别说，比自己动手挖轻松多了。就是骡子一上午都在嗷嗷叫，长安觉得他是在骂他，而且骂得贼难听。长安在家和骂骂咧咧的骡子一起耕地，顾老六沿着海岸线一直走了5、6天，才找到个小渔村。问过小渔村的村民后，又走了2天才到镇上。镇上卖的海产品居多，他在一家杂货铺子里找到了烤火炉子和木炭。他想来都来了，就多买点东西回去吧，又给长安买了些衣服和6双鞋子。掌柜的，那件红色的大氅有10岁孩子穿的吗？没有。公子可以再看看别的吗？咱铺子里的袄裙也有红色的。谢谢啊，不用了。就帮我把这件大氅包起来吧。先买回去，等闺女长大了也能穿。从成衣铺子里出来，他好像听到有人在叫他，回头看去，原来是万科。哼，怎么在哪里都能看到你啊？万科猛男翻白眼，这句话不应该是他来说的吗？你真是又迷路了。你闺女呢？逃荒逃丢了？你丢了，我闺女都不会丢。去前方茶楼坐坐。不去，没空。出来这么多天，他闺女还一个人在家呢。我有空啊，你现在住哪儿？我去你家做客。万科死皮赖脸的跟着顾老六，大有一种不达目的不罢休之势。顾老六不耐烦的放下担子。你别跟着我。远点没关系，带我去你那看看呗。要是地方合适的话，咱们就做邻居。见他神情认真严肃，不像是在开玩笑的。你不走镖了？不走了。他没有说为什么不走镖，然后顾老六发现他们同路，走了2天，到了他那天问路的那个小渔村。老六，看来我们住在同一方向啊，要不去我家吃过午饭再走？顾老六本想拒绝，然后又想到了他们家没有炕，这万科住在村子里，那他家应该有炕。他点点头，跟着万科回家了，主要是想学盘炕的技术，有炕的话他闺女冬天就不会冻着了。万大嫂看万科带了客人回家，很是热情，招呼万二嫂张罗午饭。顾老六没有真想在万科家里吃午饭，忙拦住万大嫂。嫂子别忙活，我今天就是来认认门的。这眼看就晌午了，哪有来了家里不吃饭就走的？哎呦，吃顿饭耽误不了你多少时间啊，坐下喝碗茶歇会儿。你会盘炕吗？不会啊，我这房子住进来的时候就有炕，要不我带你去看看，看你能不能看会啊。然而事实证明，不是什么东西都能一看就会的。万老太太提着篮子从外面回来。小顾来了，你要是想学盘炕，就让三儿带你去方老伯家里，听说村里的炕都是请他盘的。万大娘，好久不见啊，身体可好？大娘很好，以后咱们住得近，常走动。好，听大娘的。万科带着他走了半刻钟，才到方老伯家里。方伯，不好意思啊，打扰您了。我这兄弟想向您请教一下盘炕的问题，他家住得远，请人去盘太费事儿了，就想自己盘一个。顾老六把准备好的银钱递过去，方老伯没有推辞。行，跟我来。他没有为难顾老六，带着顾老六到房里，指着炕一点点的详细教，各种注意事项也都给说明了。
经方老伯这样一教，顾老六豁然开朗，脑海里立即就脑补出了炕的结构框架。离开时，顾老六又多给了2两银子给方老伯，然后回到方家，家里一大家子人都在等着他们吃饭。万家的生活条件不错，所以午饭也比较丰。顾老六吃了半饱就没有再吃了，他要是吃饱了，万科家里人就吃不饱了。小顾，你多吃点，别拘谨，就当是在自己家。大娘，您放心，我不会跟您客气的，是真的吃饱了。吃过午饭，顾老六多坐了会儿，把给长安买的糕点分了一半给万家。空手上门还混了顿饭吃，怪不好意思的。万科送他出村，记下他走的方向，想着找个时间也去老六家串串门。这次顾老六没有再迷路，一路沿着海岸线回到家里，然后就看到他闺女儿被泥裹了浆，骡子在一旁骂骂咧咧，也不知道他在骂啥。他感觉应该是骂得挺脏的，不知道他现在笑的话合不合适。长安满脸淤泥，看到顾老六回来，龇牙傻笑。爹，你回来啦！顾老六轻咳2声，压下想爆笑的冲动。闺女儿，你要不要先回去洗洗换身衣服？长安点点头，跑回家就进了空间。顾老六放下东西，牵着骡子去小河沟帮他洗澡。小河沟扩宽了许多，地也都翻好了，应该是闺女的杰作，刚好可以开春时种小麦。就是不知道这里的土壤合不合适种植粮食。顾老六学会了盘炕理论知识，他没有马上上手，而是在外面先练了一下手，然后就是对还没住多久的新房子进行改造。炕盘好，顾老六就开始进山砍树。他准备造船，没事的时候可出海捕鱼。长安每天提着桶去赶海，感觉有趣的紧，吃着自己赶海捡来的海鲜，感觉更好吃了。不去赶海就进山，每天都很忙的样子，但是不知道都忙了些啥。有时也会帮着老六爹造船，他动手能力不太行，帮忙跟添乱差不多，还不如在一旁看着。他想着开荒出来的土地还是有点少，然后又开始在山坡上开荒，开出来种红薯和土豆。想到这个世界棉花特别稀缺。那个谁，你在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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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爷，你还在吗？听到了就回我一下，给我搞点棉花种子过来。没有回应，可能是没接收到他的信号。直到晚上吃过饭，长安才得到回应，给你放在了空间里。说完人就走了。长安进空间，就在餐桌上看到了一个纸包，应该就是棉花种子，大概可以种1亩地。他这荒还得继续开，老六爹重新做了把屈原犁，犁头也用了铁的。明天就把骡子拉出来干活，想想明年开春要种好多东西呢，红薯和土豆、小麦、蔬菜、棉花。第2天骡子又骂骂咧咧地开工，不过这次他明显感觉轻松了许多。难道是他力气变大了？有没有可能是犁的问题？等到下雪时，长安的地已经开荒完了，老六爹的船还没造一半。是他这船造得太大了，没个1年应该是完不了工的。下雪天啥也做不了，只能猫冬。有炕和炉子倒不会觉得有多冷，就是不能跑出屋去。海风它是真的大呀。来年春天一定要在屋子周围种上些果树，可以挡风。深冬时，当初给他们带路的银狼带着媳妇儿找到家里来了。长安以为他们就是来串门的，给他们喂了一顿肉，然后他们就在他家外面的灶房住下来了。意思很明显，他们是过来暂住的。这可不行，大冬天的我哪有那么多肉来养你们？要不你们先回到自个儿家去，隔个10天半个月的再过来串门。银狼没有搭理他，搂着媳妇儿睡得喷香。这脸皮着实不薄，竟然登堂入室了。大家快来看，这里有个厚皮狼，
他带着媳妇儿强行要求某村民收养，是狼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沦丧？